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我们新手买了这个大疆的 Action 系列运动相机之后，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设置它的那些参数参数一大堆，什么模式又什么模式，那到底什么样的设定是最佳的画质？那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运动相机它的 CMOS 大部分都是比较小，那除非是那个一样是大疆系列 Pocket 的3，它的夜景表现会比较好。那所以这个它都有提供一个叫做夜光增强或者是夜景模式的增强。那它到底好不好用？那我先说结论，可能跟你想象的会不一样哦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谈呢？那随后我就会有一系列的解释。那今天会比较深色一点，请大家有耐心继续观赏下去。首先我们在画面上看到，在这个它的色彩模式里面有这个 D-Log 的色彩模式，然后还有所谓的普通的标准模式，也就是 RAC709。那众所皆知，在白天的时候，因为 CMOS 比较小，所以阳光充足的话，它画质并不会有很大的差异。那最大的差异在弱光或者是晚上的时候。那到底是怎么样设定才是最佳呢？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这个运动相机它是泛焦，它并没有办法变焦的，等于说它是定焦镜。那所以它在放大缩小的时候，甚至是防抖，它一律都是用这个电子裁切。那所谓裁切的越大，景的那个画质就会越模糊。那所以经过我这几天一系列的实验，那各位可以看到画面，如果在夜景的话，最好的模式就是在标准色彩，然后是视角是超广角，防抖是用超稳，也就是标准的就可以了，那会得到最好的夜景这个效果，而不是它所推荐的夜光增强模式。那随后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白天的模式，在 D-Log 的部分，它确实在我使用起来，我觉得白天这个 D-Log 模式来使用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符合我的预期，对于它的色彩来讲。那一般来说，除非你有很大的那个运动，才会用到这个防抖，才会用到这个超级增稳加。那一般用普通的超级增稳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最不满意的是这个它的标准色彩有一点整体拍起来，不晓得是调色的关系，它机内调色或者是这个它原本的调整是这样，就会觉得它亮度比较暗一点。那这个上一期我也有说过，然后色彩会比较浓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随后有各1分钟的影片有4段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在这个 Christmas 光之道也就是现在台中地区刚开始这个耶诞节的活动，有一些灯饰灯海，那大家可以比较看看这个色彩的画质，这个是用这个大疆的 Action 4，然后用自拍杆伸长1点大概2米左右，在手伸到最高，边走边拍的模拟一下这个航拍机、空拍机的环境。那再来就是后面随后还会有很多，还有2个2、3段。那另外一段是这个视角是超广角的，然后有超级增稳加。那随后又有这个白天的这个背着马甲背带的前视角的步行。那最后一段是马甲背带也是超广角，就是我实验出来结果最佳画质的设定，那是背后视角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可以了解。那
因为这个你如果在手机上面看，那当然是画面缩小了，那什么缺点都看不到了。那如果你在电脑荧幕看啊，或者是电视看，它的小型的 CMOS 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哦。它的夜间增强模式、增稳模式也没有如它宣传的那么好哦。那一到这个比较大的荧幕，缺点就暴露无遗。好，谢谢各位。那随后我们再看一看走最佳画质的设定。